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表达您的看法和意见。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王安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颖佑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伟兄，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首先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的就是中共的20届四中全会啊，马上就要召开。在召开前夕，也看到最近这2天一个大新闻，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在10月17号公布了重大人事消息啊。那当中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这个号称是中共的军方第3号人物啊，何卫东。另外，包括像是军委政治部政治工作部的前主任苗华，总共有9人，因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而且用这几个字啊，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所以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而在这之前呢，军委会啊也已经先针对几位这些军方将领呢给予开除军籍的处分，所以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知道的双开。台湾方面，国安局局长蔡明彦表示呢，中共32名现役上将当中有16位啊，从去年12月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看到他们在公开场合出现，甚至有1半以上的人已经快要1年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因此初步研判，在中共的军方人士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大规模的调查以及清洗啊。不过，眼看四中全会马上就要开了，在这个前夕呢，现在开除了何卫东、苗华等人呢，而且是双开。是要让外界昭示什么呢？先请教林老师。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现在感觉好像中共的一个人事有一个连根拔起啦，或者是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一些传闻或这些讯息，在去年其实就已经流传很多了。是，但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去年2会结束之后，何卫东他还亲自站出来说，接下来解放军要去这个打击虚假战力。那这个虚假战斗力、虚假战力是跟现在来看，是不是感觉很讽刺？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说这一些的一个贪腐，我个人会认为抓了这么多人，他讲的这一个贪腐的这些理由，贪腐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这些贪腐影响到了战力。让他的部队不能打仗，因为我们从整个那个反贪腐的所有的行动，我们从大规模开始，第一步是这是解放军的火箭军嘛。我们如果用时间轴来看，2022年8月那时候，还裴洛西来台啦，然后那时候不是一个很大的军演，打了飞弹吗？然后那一次飞弹之后，各位如果有一些印象的话，可以去看到火箭军感觉之后被很多的将领全部被调查，出了很多事，甚至是之前的这个国防部长什么李尚福啦、魏凤和，他们都火箭军这一系列出来的，这些人都出事了。我个人会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当时在裴洛西来台，中共打飞弹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其实原本是说打16发飞弹。然后呢，我们这边我们台湾这边我们国防部发布的消息说是11发，那日本那边说9发，那中间2发，因为第一个日本跟台湾是因为高雄的山挡住了雷达，所以看不到那2发。可是为什么我们11发，大陆说16发，5发跑哪去了？我个人会认为这5发有可能发射失败。如果是5发发射失败，那这个问题很大，16/5等于快1/3了嘛，说影响到战力，影响到它整体的战力。后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消息说，它可能这一个火箭推进器或者是火箭的里面有一些混杂的一些东西啦，或者是他们在这一个战力跟后勤的这一些补给上面，可能拿去倒卖啦。那这一边的话，我相信解放军一定有去看到俄乌战争的教训。俄罗斯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办法一鼓作气打下这个基辅？很简单，打开弹药箱，打开这个油料，没有油料，没有弹药，没有这些油弹补的话，你所有的战车、所有的飞机全部都是废铁。对，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所以其实今天解放军他也会去注意到，或习近平也会去注意到，今天的内部这个贪腐如果影响到战力的话，那是不是他必须要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跟变化？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也有一些观察，
是说这一次感觉都是过去的这个南京军区第1集团军、31集团军，对，说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习近平他自己的一个应该是他最熟悉的部队啊？怎么会把这些部队连根拔起？我个人会认为的就是说，这一些倒不是说这个部队是他的，或者是跟他关系最好，是因为这些部队过去就赋予了攻台湾的任务，所以你如果要打台湾，对这个解放军来说绝对是首要任务嘛，跟任务有他的关。一个拳头部队，他的任务就要打台湾，对，所以他的一个备战理论上应该是要最齐全的，对。可是你备战最齐全，会不会也会是贪腐的重灾区？因为那个战力强，就必须要是随时 ready 好。对，随时要 ready 好，而且我要给你最好的东西嘛，那你才可以准备去上场啊。可是如果我给你的东西反而出现这些贪腐的状况，是不是反而这一些会被变成是你贪腐的重灾？所以我优先要去对你做一些处理。其实也是在跟军方表明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你敢在这个军备相关的一些项目上面上下其手的话，我就敢办你啊，即便你是第3号人物，对，对不对？就会变成说，今天我过去的话，我们讲中共会说一个叫7上8下，你跟年纪有关，但现在叫做能上能下。对，我可以提升你、提拔你，这一些将领很多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上来的。但是我提拔上来了，你如果有一些内部的问题，那我一样可以去抓你。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这是不是跟什么政变啦，还是什么有关？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倒是有一点过于。会声会影的消息啊，不过刚刚这个林老师特别提到说，像是何卫东哈，因为他的这个资历算是非常的完整啊，曾经担任过东部战区司令员、31集团军的参谋长，而且跟苗华都被认为是习近平亲信之一。好，但是你看他们的军媒怎么讲哈，就是中央军委机关报叫《解放军报》，在18号他们发了社论，表示说，何卫东、苗华等人的腐败问题是郭伯雄、徐才厚等人遗留的毒发酵变异。当前这个反腐败斗争是中共18大以来正风反腐的延续，因为目的是要重塑人民军队的深化。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习近平他希望是要树立他的一个权威，就是说，即便是国王人马，如果你敢贪腐，我照样把你给拉下来哈。那怎么看这个中南海的权力的结构变化？其实当然，你说这一些人哈，他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有个人的这样一个流露的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今天谁跟谁起来的，或谁跟谁起来的，其实，在军队里面啊，特别像以这种像两岸之间有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特性，其实会人治的角度会特别强。也就是今天你一定可能跟对了长官啊，跟对了哪个大哥，然后你后面就一路平步青云。同样的，大哥有什么，对不对？他也都会让底下的小弟雨露均沾。所以其实这很容易就在整个系统里面形成一个算是共犯结构。那当然，这次中国大陆他在这个军队里面进行了一系列贪腐，其实刚刚引诱那个兄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发现了这个武器装备有重大的这个问题。对于今天共军来讲，我这个人民纳那么多的税，然后这些民脂民膏投到这些军队里面去，而且像比如说今天那个引诱兄说，可能是那个当初裴洛西来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其实更早一个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俄乌冲突大概在那个2022年2月不就开打了嘛？其实这之中你西方一直传说中今天这个西方认为中国大陆移交了很多武器装备或者说我们给给俄罗斯，虽然说目前为止好像都看不到比较具体的证据，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装备过去是跟俄罗斯买，所以他们在后勤上面来说是相通的。那后勤相通的话，他可能不见得真的是要直接那个提供给你这个战机或是火炮或者什么，他可能可以提供给你弹药啊，或甚至于这个那个多管火箭需要装的这个火箭啊等等火箭弹等等提供给你，但这些东西有很多可能就直接跟火箭军有关了。那这时候如果在俄乌战场上使用的时候发生了问题，这个时候俄国如果有这种不满意回馈的话，对于那个中国大陆来讲，怎么会这样？我们送去俄罗斯的这个东西出了这么多的问题，自然就需要去查嘛。再加上刚刚尹佑兄讲到这个2022年那个裴洛西演习的这个状况加总起来，让习近平发现今天这些那个真的是一连串的这样一个贪腐，其实对于解放军的现有这个战力，其实的确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解放军，看到他兵强马壮，觉得他作战上来讲甚至于在战术能力上或者说个人的这个战绩上来讲，现在感觉好像已经跟西方的差距，基本上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真正打仗其实是完全是看你后勤，也就是说，今天能够持续作战那个话很重要，因为打台湾不可能是3天或5天或1周一定能够搞定的事，其实很难。因为台湾虽然说
说不可否认，两岸之间现在距离太近，然后以至于就是说共军攻台的节奏会很快，然后强度也会很高，但是也并不代表你可能3天到5天就能够搞定一切。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甚至相当耗损它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火箭军或甚至于这些所谓的先进弹药。这个时候你现在光是比如说拿演习，或者说被俄罗斯这边来的这个不满意回馈就这么严重了。如果真的打上去，如果这时候你对台湾假设说你要打上1个月或者1个半月，你这时候所需要的这些火箭弹或是地对地弹道飞弹这个量，然后你去算上它的这个妥善率，或是真正能够成功发射出去的这个比例，发现没有办法，三亚两岸就把台湾给压制住。这个时候，因为今天其实两岸之间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今天你开火了，那我也不客气，我也会开始做源头打击。那这个时候你后续的这个持续作战能否持续下去，问题就很大呀。夏伟雄，我请教一下，因为他特别透过军媒对这个具有权威性的军媒，然后特别点了2个人，郭伯雄、徐才厚，怎么解读？因为其实郭伯雄、徐才厚他们之前是国防部长嘛，而且他们相对来说他们是2炮部队的精锐人物等于说2炮就是现在的这个火箭军，等于这2个火箭军的头底下都有这么大的这样的贪腐行为，后面拉了那么大一串，这个势必是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贪污的集体行为。这边我很快补充一下，郭伯雄、徐才厚他们过去就是副军委主席，所以他们是类似何卫东这个位阶的。那为什么这一次现在有这个军媒特别会讲？其实最主要就是抓人，现在就是3个理由嘛。第一个叫什么？他们叫作风问题，就可能你的这个师德问题。第二个就贪腐不用多说。第3个其实比较常说是团团伙伙。可是我要跟各位观众去做一个说明的，就是说团团伙伙跟过去什么林彪还是什么那种政变的团团伙伙不一样。是现在的团团伙伙是结党私营，是等于说我们今天抓的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除了何卫东之外，就是苗华，因为苗华他是政治工作部，就过去的总政治部，等于说他是负责人的升迁的，所以今天的问题，或者是之前的徐才厚，他就是做这个总政治部的工作，所以今天的要抓很大一个原因是团团伙伙，不是说你们要叛变。我觉得个人认为叛变机会不大，他们反而是什么阴奉阳违，或者是说我听你的，可是私底下你跟我熟，所以我优先重用你，就是结党，所以要整肃军心。今天的团团伙伙是针对这一块来做，倒不是说这些人是不是要叛变要打到北京来，这个是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你看4中全会的前夕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人事的大变革这个一个大消息。当然，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其实4中全会非常重要，尤其在中美竞争如此严峻的时间点下现在要审的是什么呢？第15个5年规划，也就是一般大家所知道的15-5中共中央的建议思路也逐渐的释出来，包括像是把握5+2的理念，明确一条主线，关注3个话题。5+2的5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那刚刚讲说，一条主线呢，就是大型基础建设的投资，特别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这个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过。那所以面对经济的部分特别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也是重中之重。所以王老师怎么看这个经济规划从14-5进展到15-5，尤其在中美竞争严峻的情况之下，这个经济蓝图的规划是如何？那个延续刚才2位老师讲第一个就是还是一个 GDP per capita 要往上走的一个路线可是目前中国的 private consumption 占 GDP 已经掉到40%左右，然后比它这个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还就差不多，可能还低一点。那这个是远远低于当初进入 WTO 的时候 private consumption 还有占到60%以上。所以当然就15-5提到所谓的大基建，坦白讲，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内需它真的应该要创造一个大循环。就陈文您刚才讲的。就是美中这个博弈之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中国它占了全世界超过1半的产能，而美国占了全世界超过1半的铸币权。是。那现在美国要用智慧工厂拉回到美国做制造，最终它会再把它的产品卖到全世界，跟中国的制造做一个竞争。所以坦白讲，中国它该做的事情就是必须要把自己的内需做起来。那坦白讲，就是说中国因为担心的是有钱怕作怪，可是事实上，中国的弱一直就是穷，美国的强一直就是因为富，所以应该是要把从一个富国强兵的政策转成一个人富钱花的政策。你为了要货上其流，你必须要人尽其才，让人有钱，然后物尽其用。你的产品不是往外销，而是把自己在本国消费下。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一个状况就是说，中国通缩会一直下去，因为你的工厂停掉。
那你要为了要卖到美国去，你只能持续压迫你的本国的供应链，那最后的结果让通缩更严重。我也看到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您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怎么样去刺激消费哈。最近这个是内卷的非常的严重哈，包括咖啡也降价的非常的快，还有包括像电动车哈，看到报道上面是讲说台币换算的话，30万一辆就可以买得到这个一些品牌的电动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刚才我们特别谈到了中共军方的重要的异动哈，在武器方面呢，现在最重要的进展呢，就是最近大家看到即将成军的福建舰。那根据央视新闻的最新报道呢，说这个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 3种这个舰载机呢，已经在福建舰上成功的完成了弹射起飞还有着舰的训练了，显示出的是福建舰已经具备电磁弹射还有回收的能力，已经达到服役可以需要的条件。福建舰未来预计呢会和山东舰共同部署在海南岛，要强化中方在南海这边的战略投射能力。另外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张军社，他强调，他认为其实现在的航母还不够，因为他认为呢中方至少需要6艘航母才能够确保呢2到3艘随时维持战备状态，因为航母知道美方也是如此哈，333的一个原则。好，所以这个现在看到是福建舰。那么特别已经完成了相关的3种舰载机的这些起降的训练哈。那也提到了，因为最近大家在想着说，中美两军的这种，我们讲说不是只单看武器啊，还要看整个他们的战略跟他们现在光是在武器上面。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情，林老师，歼35啊，因为看到报道上面是说。据称啦，3天就可以制造出一架。然后呢，中方你觉得现在要达成他们的6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这个计划哈，大概会需要多少时间呢？第一个我们要先想的是，它为什么需要6艘？那6艘的话，我们先说它可能在这个大连啊，在这北部这个战区有1艘，好，南部这个我们讲在这一个南海这边也有1艘。然后的话呢，今天在外海，它可能有1艘要长期在外面巡弋，可能也会需要1艘。然后再来呢，你平常要入港要去大修，要有1艘要在维修，然后再来有一个可能是训练，然后再一个再做一个准备，或者另外1艘也在外海，所以其实它基本上要去达成战力，一般来说你至少要到5到6艘航空母舰。是。那今天的5到6艘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接下来算是现在录影时间，我们2025年算是已经下半年10月要结束了嘛，所以然后现在应该快要有3艘的战力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会认为，应该还要在个3年到4年的时间，它才可以去达成到5艘到6艘的一个战力。可是今天要去想的是，当我第6艘出来的时候，第1艘辽宁是不是已经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在第一线了？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辽宁号它会走向的是担任训练舰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个是它目前的我们常说6艘航舰的一个战力的一个规划。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是说，刚刚有说对这个南海局势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嘛？福建舰最近来看福建舰现在的一个，与其说最近是在剑指台海，可是我们有时候要去想的是，打台湾或台海战争需要这么多航空母舰吗？可能有一点这个杀鸡用牛刀，或者用不太到嘛。所以其实今天为什么要5到6艘？除了台海之外，它更重要一点是要往南海，甚至是未来的太平洋这一边去发展。那这里的话，今天如果还有5到6艘，就不会是只有在南海局势造成变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要去看的是，今天我个人会认为啊，南海只是它小试身手走出去的第一步。因为你如果只在南海的话，你要想的是南海周边的一些可能对中国来讲，它的一个假想敌啊，菲律宾啦、越南啦或其他这些国家，会需要用到航空母舰吗？这一块是他必须会去重新思考的。所以其实他今天有了航空母舰，他会的一个战略目标就不会是只有在南海这个地方，他还要在这走的更远。那另外的话我们另外一点要去想的就是说，今天的航空母舰，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是航空母舰这一艘船。可是要去达成战力，第一个就是舰载机，没有错，歼15T 啦，歼35啦，空警600啦，逐渐都出来了。可是另外一个就是你后面的补给，你的这一个他们说的是补给舰，大型补给舰有没有办法跟着航空母舰一起出去？
同时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航空母舰旁边的护卫的一个舰队，整个战斗群，整个战斗群。对，因为这一切就是一个我们要去观察的，因为我们看在6月的时候，它不是这个双航舰战斗群出去了那个第一岛链吗？到了这个甚至到西太平洋，出西太平洋，说突穿了第一岛链，突穿第一岛链，在太平洋有一个大军演嘛。是，可是这个军演其实我个人会认为是现在解放军还在实验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术战法，也测试自己的能力。有一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一般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是俄罗斯这个滑跳起降的这一种飞行的模式，它要走的是俄罗斯路线。但是它现在福建舰如果它是用弹射，它可不可以把它的作战模式改回到美国的 style、美国的战略？那今天它同时有俄罗斯的这种作战模式跟美国的作战模式，它这个十字路口要如何去调配？对，我会认为未来的话，可能福建舰它才会是一个走向我们讲决定版的航空母舰，因为这个滑跳的它毕竟只是一个过渡，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具体来讲，可能接下来在这个3到4年之间，数量冲起来没有问题，但是要彻底的一个形成战力，形成像美国这样的护卫舰啦，以及它的一个后勤保障能力，或者是在这个作战的模式上面，可能还会需要一些时间。对，而且成军下水之后，你要不断的透过演练啊，就像我们现在所提到说，福建舰他们已经在进行相关的演练了。而且你真的是可以想象，那个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美国特别拉了到2个双航母的这个战斗群到中东去压阵嘛哈，所以双航母战斗群它是有一个战略上的必要的哈。好，除了加速福建舰成军之外，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中方也在出手打击美军航母。特别在维修上的量能，怎么说？南韩10大财团之一啊，主要他们的业务是造船与军工的韩华集团。韩华集团在全球算很有名的，有5家美国子公司呢，最近遭到了中方的制裁，理由是什么呢？是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海事、物流跟造船业展开了301调查，并且采取措施。在这之前，其实韩华集团8月份才宣布啊，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要投资50亿美元，支持川普的让美国造船再次伟大这个计划。那因为呢，目前美国的本土造船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啊，真的非常低，不到1%。这个海军力量跟航运体系大量的依赖日本跟南韩，因为日本、南韩加起来全球占比有30%啊，这个造船产能也不容小觑。而美方呢，近期呢就试图通过向中国大陆制造的船舶来加收这个入港费呢，来企图把全球造船的订单导向日韩，来削弱中国大陆造船业的国际竞争力。现在看到这个中方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呢就干脆出手制裁。而且你会发现，最近中国大陆他们几乎是比照办理。美国常被管辖，我也常被管辖。美国呢，你就是封锁，我也封锁，哈，所以双方都在下毒手，哈。这场航运生死斗怎么看？第一个就是说，中国、韩国、日本占全世界这个 production shipping 大概是90%嘛，哈。那韩国大概是中国的 capacity 大概1半多一点嘛，哈。那美国当然就是说，只剩下5个 active 这个 shipyards 可以做这个海军相关的，是可能15个可能是比较大型舰嘛，哈。当然台湾是比较可惜哈，就台积电到美国，让这个美国的 American Semiconductor Great Again， 可不像是韩国，到美国 American Shipping Great Again 就把汇率就从28降到15%嘛，哈。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大国的外交是很精准哦，基本上是个食人牙慧的东西，因为韩华的5家美国的子公司也好，跟中国根本就没有 trade relationship， 所以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以后也不可能，所以基本上是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打击哈。那当然，美国在韩国的这个帮忙下，可能就很快可以变全球第4名，就超越菲律宾哈。那至于美中之间的航运的问题的话，就以前是直接走太平洋，将来就是绕着走太平洋，但最终有可能就是从太平洋变大西洋，所以对整个 Indo-Pacific 来讲，最终不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就是了。对，所以现在韩国摆明现在就是像您刚刚提到说，没有所谓的这个 decoupling 的问题哈，它摆明就是变成未来的美国造船的，好听一点讲是 partner 哈，但是呢，直接就是美国叫你帮忙做商船也好，特别是军舰也好哈，就是由
韩国这边来负责，包括日本也是。好，那韩华集团呢，当然面对这个中方制裁呢，它还是必须要摆出一个态度啊，所以它也提出了一个反制作为啊，就是最近他们打算向菲律宾出售一款新型的反舰弹道飞弹，叫 CTM-ASBM 啊，这个打击范围呢可以达到160公里，并且呢要配备整合式的巡标器啊，可以精准瞄准海上所有的舰艇跟船只。研发预计会在2028年完成。那么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弹道飞弹呢，反舰飞弹哈，跟韩华的 K239叫天凌啊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配套使用。哇，这个孝伟兄是专业，来带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武器。这个东西其实是韩国韩华集团蛮新研发的一款武器系统啊。那它的这个武器系统，其实也就是说，这整个系统来说，它其实有点像是美国的 HIMARS 系统。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因为自己本身 HIMARS 的这个系统产能也有限，而且现在要买的国家非常多，所以其实韩华某种程度来讲，它这个情况呢，它这款这个 CTM-ASBM 的这样一个飞弹，就有点像是这个这个武器系统上面的 K9的弹道飞弹版。什么叫 K9 弹道飞弹版呢？就是说，你看到现在韩国武器出口大众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 K9 自走炮，它其实就是1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那个某种程度来说，就是美军的 M16拐的这个自走炮的这个韩国版。因为韩国当初在研发这个武器的时候，大量的从原本的美国的 M109自走炮中去获得的一些相关的概念去做这个东西，而且韩国可以把它做的价钱更便宜，然后售后服务更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有很多国家愿意买韩国的 K9 自走炮。那这个CTM-ASBM 的这个概念也是相同的，它其实本身就是把过去跟美国的 HIMARS 多管火箭发射器里面整合一个叫 ATACMS， 还有现在更新研发的叫Strike 那个 Strike Missile， 也就是 Strike Precise Strike Missile 精准打击飞弹。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本身也是可以利用我们刚刚讲到原本 HIMARS 火箭弹的那个发射器发射的。那这个时候韩华就锁定这2种武器，它都进行开发，它希望能够在2028年前把这2款飞机这2款那个火箭其实它说是火箭，其实它本身是这种弹道飞弹。第一个，它 ATACMS 就是炮兵那个火箭，但它其实射程已经到300公里了。那另外像那个精准打击飞弹，它射程更长，600多。等于说我今天菲律宾想要获得这种美国的这个精准导引武器呢，像这个不管是 HIMARS 跟 HIMARS 搭配这2款飞弹的话，但是第一，美国的产能可能来不及。第一，因为美国已经答应了很多国家了嘛，对。第二，美国货比较贵，像比如说之前美国说要同意菲律宾购买这个18还20架的 F-16 Block 70，但对不起菲律宾这个国家你知道软囊羞涩美国说我可以卖给你，但对不起我拿不出银子来把它那个真的买回去，结果他们选择了这个韩国的那个就是 T50、F50的这个战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对于菲律宾来讲，他现在是面对中国大陆的在南海的这样一个军事威胁来说，他又希望能够快速获得能够跟中国大陆相抗衡的武器，又希望价格又要便宜。所以这个时候，韩华推出了这2款的这个那个精准导引飞弹，因为它其实也是依照美国这个 ATACMS 跟那个精准打击飞弹，做出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炮兵飞弹。那这个飞弹可以让那个菲律宾拿去以后，短期之内具有大量可以嚇阻解放军海军在菲律宾近海或者是菲律宾所宣称的他拥有这些南海的这些岛礁中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借此嚇阻到中国那个解放军海军力量。而且从这个菲律宾所现有的预算来讲的话，这韩国货当然比美国货便宜很多，对，是他负担得起的，这个是重点。对，所以韩华这次的这样一个动作，摆明就是针对着中国大陆的制裁而来。可是我要问的是说，后续效果是如何？来简单帮我们补充一下。这边的话，其实后续的效果会如何？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说，你有了这些武器，可你的系统能不能跟得上？这个其实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谈的，不管是解放军也好，美军也好，重点是你的系统。所以其实对于菲律宾来讲的话，你买了这些武器，但是你怎么用？而且说实在，现在在南海的一个冲突，对于菲律宾来讲的话，它不是只有在这个实际的开战，它很多是我们讲的灰色地带。所以其实它现在要把这武器拿来提升它的一个火炮这一块吗？还是把这些船把这些经费买更多的船？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话，南海不是这一个跟中国有很多的海上的一些交错吗？那边没有开火。所以其实，与其把这个钱放在这个提升它的这个火力，我个人会认为它现在比较多的可能是载台这一边要去把它提升起来。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过去菲律宾不是没有钱，它也不是没有武器，可那武器放在那边久了就生锈，久了就保养没有跟上。
这一块也会是去阻止他的一个作战的效率的一个原因，甚至是我们在看他之前在这个冲撞的一些就画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菲律宾的这些他们所谓的海警或海巡的这些船只，它的一些装备相对来说是有一点简陋，或许船体是日本还是什么很好，可是它上面的一些冷气啦或者是发电机啦，它上面的护卫是有限的，所以可能在这个水柱冲击上面，可能就会很快的有一些问题了。了解。所以其实这一些都会去影响到他的战力。好，这个讲到武器不能用，等一下我们就回来聊一下，是说川普说要给乌克兰战斧飞弹，现在又改口了，马上回来。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马上来关心的是俄乌战场的最新态势啊。这个过去曾经有乌克兰女督军之称的这位国会议员叫做祖格拉雅，他在10月16号公开表示，他说哈尔科夫近郊的库皮扬斯克已经脱离了乌军的控制，俄军利用地下管道还有渗透的手段深入城内啊，早就已经遍布了整座城市。现在战局非常严重，实际上呢，严重情况甚至超乎了这个乌克兰官方的说法。他也指出，乌军总参谋部在撒谎，并且警告，如果再不紧急处置的话呢，库皮扬斯克恐怕会完全落入俄军的控制之下。而哈尔科夫州政府也表示，这个安全情势啊不断在恶化，确实是如此啊，也紧急下令库皮扬斯克周边40个村镇，一共有409个家庭要立即撤离。我要问的是说，库皮扬斯克如果真的不幸陷落的话，对于哈尔科夫战线会带来多大的冲击呢？肖兄。哦，的确啊，那以从这个哈尔科夫来讲，它本身北边其实就面对了整个那个俄罗斯大平原这个部分，再加上其实库皮扬斯克是它北边相对来说是一个还在艰苦据守的一个点，等于说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交通线的这样的枢纽。如果说今天这个地方如果陷落了，然后被俄军所顺利控制的话，等于说俄军就可以利用这边连接到哈尔科夫以及哈尔科夫周边城市的这些道路，扩大对这个哈尔科夫的这个包围圈。因为其实如果说今天哈尔科夫本身那个面临到俄军从东到北到西3面这样的包围的话，那这样的那个城市本身它所能够发挥的城市功能就会大幅的这个缩减，甚至于就是说因为哈尔科夫本身是目前等于算是那个乌克兰第2大城嘛，那你第2大城都已经被人兵临城下了，那这个时候对于基辅的这个统治那个当局来说的话，这绝对是一个一定要去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是对，非常严峻。但现在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乌克兰在前线的问题就是那个到处都缺乏兵员。因为其实毕竟就是说，俄罗斯它本身对乌克兰的这个作战，它其实还是想有一个外线优势，也就是说，我是对你任何一个城市或干嘛，我要进行发动攻击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时间攻击的时间跟地点。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俄乌冲那个前线来说，变成类似有点像是第1次世界大战那种壕沟战双方那个绝壕固守，然后但是也运用到这些那个壕沟，甚至于地下管道对对方进行渗透，而且俄罗斯在这方面其实还蛮拿手的，他们透过这种水道战，然后那个部队从那个原本各种的这样的管道或地下这种通道，然后呢进到那个都市区的中心地带，然后对乌军发动攻击。等于说乌军我一方面要看住我的前面，不要让俄军冲过来，但是结果俄军就从我这些地下管道爬到我的后面，然后从后面来打我，变成说他有这种腹背受敌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其实乌克兰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已经进行了3年多的这个俄乌冲突，让他在人力上有非常吃紧的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这些部队在前线作战那个新兵跟老兵数量快速的这样一个锐减，但是你要防守的这个区域又那么长那么大，那这时候往往面临到这个贝多利分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俄军他其实虽然说的确俄军在这3年这个战斗中也损失了非常多人，但是他可以透过不断的那个扩大征兵的这样一个方式呢，然后增加他这样的兵员，然后毕竟打仗的这个本体还是人。虽然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无人机或是自杀无人机或是 FPV 无人机在俄乌前线中拥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那个优势，或者说是能够载至战场这样一个部分，但是你还是关键要有人才能够让这些武器发挥作用。那这个时候对于乌克兰来讲，缺乏人力，缺乏这个弹药，甚至于缺乏这个先进武器，像他最近这个泽伦斯基又跟川普说，拜托你给我这个战斧巡弋飞弹，但是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川普就说，不对，我本来说要给你，但是不对啊，我如果真的给你这个射程太长这个飞弹又有这个地貌追野能力，那让俄罗斯跳起来，那俄罗斯如果又要说我跟你签的这些合约，因为你那个提供了这个，我就不算数了，我不
不认账了，那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很头痛的。对你听到这个，其实泽伦斯基也好，或乌军也好，其实都很期待哈，说给我战斧吧。尤其听到川普给我那个，对，川普提到说，我们不排除可以考虑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那乌军可能就想说，如果有了战斧之后，真的可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来击败俄军哈。可是呢，却不是这样嘛。好，那这个因为俄方不只是在战场上面，在军事方面。他们有出击，而且是有得到一些不错的成果，外交上也是哈。我们就看到了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呢就主动在10月15号这一天，他直接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跟川普通完话之后，川普说呢，他计划在2周内再跟普丁在匈牙利见面，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而且他就暗示他说美方并不会很快决定要不要援助乌克兰战斧飞弹。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叙利亚的临时总统夏拉，他在15号也首度访问了俄罗斯，他宣布同意俄军可以继续使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军港，叫塔尔图斯，还有位在赫梅明的空军基地。好，拉回来看，普丁真的很了解川普哈，真的懂得怎么样去按捺川普。当川普说我要不排除考虑给乌克兰战斧飞弹的时候，马上出手打电话给川普，一打，川普就立刻改口。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到的是说，我们讲川普好像是谈判高手嘛，他之前这个商人出身的啦，很会这个拉高谈判筹码。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普丁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从这样子一个互动来看的话，可以真的去看到普丁不愧是过去这 KGB 的高手，他也懂得是说，当你在提高谈判筹码的时候，那我这时候打一个电话给你，因为他也知道川普他过去一直，甚至川普在上来之前，他最想要的就是俄乌停战。我们看他一开始不是跟泽伦斯基，然后跟普丁等等这一些，而且现在感觉中东好像有一点和平曙光出来了。那中东结束了，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欧洲这边要赶快停火呢？今天普丁他又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来去跟川普进行更多的谈判。而且这次主动打电话之前，记不记得吗？在川普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对，马上出来开记者会说，你们这样子对川普太不公平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抓到的是川普现在需要的东西，这时候给他一些温暖，是不是温暖不知道，但是给他一个机会，对，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感觉这一块我又有可以去做一点文章，用这个机会，用这种谈判的方式去跟美国打交道。那另外的话，我自己会认为啦，现在对普丁来讲，他现在看的已经不是在这一个在俄乌的这个战场而已了，他开始就要去想的是战后的世界。这是什么？就是我们想看第2次世界大战，2战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不管是什么雅尔达密约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那一种国际的谈判，为的就是说战争结束之后，我要为我的一个国家利益开始布局了。这个布局的话，今天我们就看到地缘战略。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普丁他跟这一个叙利亚这一边这个海空军这2个基地嘛，这2个基地之前说好像俄罗斯有一点保不住了，保不住的话，它会造成说它在这一个地中海跟非洲这一边的一个地缘战略的一个势力会大幅的下降。可是他今天如果可以去保持住这些机会的话，保持住它的一个运作的话，先不说实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兵力投射啦，但至少他就在那边有一个点。有一个哨，有一个基地在这里，代表的是俄罗斯未来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影响力。在于说，它跟这些除了在欧洲大陆之外，在其他地方，它是不是可以去跟美国，甚至是中国一较长短？因为我们在想的是，那时候在这个非洲这边的一些战火嘛，叙利亚这边的一些攻击行动，很多是从这个基地去起飞去攻击的啊。对，所以如果说今天的话，在非洲那么多一个重要的资源，或者是在非洲大陆的一些相关的盟邦、一些国际上面的互动的话，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会看到。战后它持续要在这里有影响力的话，这2个基地会是个关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的，已经不会是只有在俄乌战场上的武器跟那个打仗的结果、行军走马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地缘战略的布局。这普丁真的也是老谋深算哈，就像您刚刚提到说，他已经在为战后来做盘算了哈，要先像下棋一样，我先下在这2个点的话。在战后之后呢，对我来讲，我起码能够提升威慑的效果哈。那当然，川普现在对这个俄乌的战争呢，他也特别从不管说军事上说要提供战斧给乌克兰，另外经济上大家还记得吗？他说这个印度方面呢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可是马上就被印度打脸哈。这印度的这个外交部门就说没有这回事情哈。所以其实现在这件事情被否认，经济上也看到俄罗斯呢最近跟东协
这些国家展开合作啊，他们不但是协助印尼建立核电厂，还要提供印尼在深水天然气这些相关的油田来进行勘看。那包括液化技术方面要进行产业升级，还有就是跟越南的国营石油公司在南海进行能源合作，来共同开采油气。美联社甚至爆料说，河内跟莫斯科之间存在了一种叫以油换武的秘密机制，要透过合资能源计划的利润间接来支付军购的贷款啊。所以这整个背后的经济战略，尤其是从俄罗斯跟东协国家积极展开合作，这个怎么看？就延续刚才林老师讲的，就是说大国战略是非常精准的。第一个就是说，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国家，可是它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受到一样的尊敬哈，而它在东南亚并没有一个殖民的黑历史。是，那个东协就像印度一样，基本上就是尽量不结盟，然后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敌人的朋友，对不起，敌人的敌人还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朋友，所以朋友多多，敌人少少。那全球暖化里头，俄罗斯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东南亚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我们看到这个蛮有趣的，就是说以前中美经济是互补，那中国是买原料商品出去，然后它不卖武器的。可是在这个新冷战一个时代以后，在这个中美的 Great Decoupling 下头，俄罗斯将来可能是全球一个很大的原料跟军工的出口国，跟美国在做这个分庭抗礼。那至于印尼，它的这个natural gas 只有俄罗斯的1/10嘛，好，那越南只有1%，所以基本上来说并不成气候。但是俄罗斯后面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战略哈，就是说它将来每一个国家都要为它的 national security， 它要去保护到，所以它将来会有一个从北极海、东海、黄海到这个马六甲、印度洋、黑海，它自己可以制成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是它最大一个战略。好，所以其实听完了3位老师的分析啊，我就发现说，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的战略大局啊，这一盘大棋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光是战场的现况，而是很多的包括普丁在内的这些领导人已经在思考的是战后要如何来规划。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委内瑞拉啊，最近这个情势非常的紧张。川普在15号亲自证实，他已经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要执行秘密行动。纽约时报就报道说，川普政府现在定调的策略目标是把委内瑞拉目前的执政者马杜罗赶下台，而美方呢更是悬赏5000万美元，征求能够用毒品走私罪名来逮捕马杜罗的这个情报。好，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当初猎杀宾拉登啊，被称为是夜行者的这个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直升机呢，也被发现在委内瑞拉北部的海岸，大约145公里处这个区域在活动。另外还有3架 B-52轰炸机呢，也离开了这个在路易斯安那的空军基地啊，部署到在委内瑞拉沿海的国际空运。哇，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触即发的这种态势哈，种种的迹象都显示，川普好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推翻马杜罗，但是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它现在输入美国的这个芬太尼等等数量非常庞大。那因为其实你看美国跟这些中南美洲这些政治领袖翻脸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些所谓的毒品问题。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你们这些国家领袖如果没有办法好好控制住这些毒品流进美国的话，如果没有办法控制好，那对于美国来说，你就变成我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什么？因为美国毒品问题真的其实非常严重，所以比较像你看到有那么多的这些电影或者说小说都描写了这种美国 CIA 如何跟这些当地控制的这些毒品的这些毒品大盘的那些可以算是跳 Tango 这样的过程。最有名的一部名著可能就是这个迫切的危机，对，迫切的危机嘛，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对美国来讲，如何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些东西进到美国境内，然后呢，美国等于说弃毒署，然后等于说可以跟这个国人宣布说，哎，我们现在能够有多具体的成效，然后减少美国这些家庭受到这些毒品的危害啊。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东西是要你美国跟这些国家关系还不错，但委内瑞拉现在就表明了要跟美国对杠的一个国家嘛，那它甚至包含在石油啊等等都要那个等于说要走出一条那个自己不一样的路，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马杜罗来说哈，我们看到美国的川普就把马杜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现在动用这个106特种作战航空团的这些直升机，其实就摆明说我可能透过一个先期的那个大规模的电子作战，把你整个国家的这个那个防卫体系就像对付像那个伊拉克那样，把你整个国家该打下了，然后呢，我透过B-52轰炸机攻击这些重要的节点，然后这种160特种作战团进到国内去把那个马杜罗抓起来，甚至抓起来之后要能够绳之以法送到美国去审判。这个时候也更加强化了这个川普这样一个形象嘛。我今天我是正义之师，我去把马杜罗抓起来，这个卖给我们美国一大堆毒品的这个家伙，我把他推翻了，而且把他抓到美国来受审。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川普在一般美国人心中的形象是不是更增高了？是不是更有可能大家就会认为对于川普来说，4 more years 可能是更有顺理成章。那美国那个川普可能就，尤其明年2026要选，对，就黄袍又加深了，对不对？他就决定我继续来出来甚至要挑战美国这个宪法修正案，是不是都有可能？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要能够提升他在美国民众中的这样一个地位，甚至不惜动用到美国军队。是不是？你说他今天以美国对于这样的委内瑞拉一个主权国家来讲，他能不能做这些举动不重要，重要是他今天要能够达到他的政治效果。对，所以美国要打委内瑞拉，其实就很像老虎在打狗吧？这虽然不是说像老虎打苍蝇这么量级，就不在同一个量级上面的但是现在也看到半岛电视台呢，他们就提出一个很讽刺的观察。他们说呢，整理了从19世纪香蕉战争以来呢，美国就对中南美的国家进行过多次的军事干预，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在画面上面我们看到，1989年美国总统老布希他发动了正义之师行动入侵巴拿马，推翻了诺瑞加政权，理由跟这次的川普很像，都是为了打击毒品走私。但实际上深入了解之后发现，是为了确保美国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那而且我刚刚说讽刺的原因，是因为诺瑞加原先是美国 CIA 所扶植起来的独裁者，之后呢，却被老布希称为是美国人的流氓。好，所以两个问题这个老布希入侵巴拿马这个套路会不会用在这一次，还是说他会有新的招？另外，委内瑞拉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因为现在也有另外一个看法是，这次用打击毒品，可是实际上是他必须要去看好它的战略地位。没有错，今天呢，其实我们先说会不会用这个老招重样的方式再来对付一次委内瑞拉？我会认为战略方向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改变的是一些战术的一些细部的一个作为。我们先从他刚刚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调兵遣将来看，对付委内瑞拉需要 B-52吗？这个好像应该是有点杀鸡用牛刀了嘛。那你说他会使用的可能是为什么先是 CIA？ 因为 CIA 它最擅长的就是什么扶持当地政权。你说美军要大举进入，然后这个什么占领吗？也机会不大，我必须说，他考虑到太多代价，你要怎么2栖都这样一路打进去吗？不太可能啊，他反而会用的是扶持另外一个政权，然后可能把现在的总统赶下来之后，然后说了一个要这个完全禁毒、完全这一个灭毒、完全臣服美国的一个政权。反对党这个是才刚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啊，这一些就是一个他有可能会去运作的方式。所以这一套的话，你就不是陆军或者是部队可以去玩的。这一套最强的就是 CIA。所以其实他为什么现在 CIA 这一些这个组织开始去使用，是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我们这边要看一下，就是说，好，那到底它这个生产什么毒品还是怎样呢？其实它倒不是那一个芬太尼，它主要是 cocaine 这一类的比较多。芬太尼它的东西是中国运到墨西哥，是以墨西哥为主。可是我会觉得美国在做这件事情，在国际政治上面，刚刚孝瑋哥有讲这个内部要选举的因素，除了内部之外，另外一个我会想的是国际。因为从之前我们讲，在川普刚刚上来，他讲最多的就是芬太尼，就是他要打赢反毒战争嘛。对，所以不对墨西哥啊，对中国啊，有很多的一些作为或很多的宣示。而且说实在，你说我为了反毒、禁毒，全世界都会双手给你鼓掌嘛。这个先不说他最后目的是什么，但至少这个名目，讲的是还蛮正确的。那如果我今天对付委内瑞拉用了这么多的一个手段，好，我未来有没有会可能把这些军事上的手段对付墨西哥？对付中国，
所以他今天我会认为，在国际外交上面，它是一个杀鸡ฑ์猴的一个策略。对，它是一个因为他知道这个委内瑞拉打不赢美国嘛，所以我会把所有的家当都摆出来了。我川普为了反毒，我宁愿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那未来你墨西哥是不是自己要警惕一下？那中国其他的至少在反芬太尼也好，反毒也好，你必须要跟我美国合作。我会认为这个才是今天川普在国际上面会走的一个路线。就像委内瑞拉啦、巴拿马啦，不要就连古巴嘛，哪一个中南美的这个国家是打得赢美国的嘛？哈，所以你会发现说，最近这个针对委内瑞拉，就像是刚刚林老师讲到说，大家想说有这么需要拿这个牛刀来杀鸡吗？啊，所以。那现在呢，也看到了媒体传出的一个消息，美联社他们10月16号报道说，委内瑞拉政府啊向美国曾经提议说，那干脆我们内部先处理好哈，让马杜罗的政权让他放弃权力下台。那而且呢，是由他们的副总统啊叫罗德里格斯来接替这个马杜罗的剩下的任期啊，希望能够来缓解美国对委内瑞拉最近越来越多的施压。不过白宫方面呢，最后是拒绝了。可是这个消息被美联社报道以后呢，马杜罗这边啊是否认说这个美联社在乱报道哈，说这是分裂委内瑞拉的企图，还嘲讽川普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的说法。他说有人相信 CIA 过去60年没有在委内瑞拉展开行动吗？哇，这一记巴掌真的是狠狠的打在川普的脸上。好，但是委内瑞拉到底从经济上面来看？我刚刚想从战略地位上面来看，它是很重要的。另外，也就是打委内瑞拉给其他的中南美洲国家看。但委内瑞拉有哪些重要的天然资源呢？在经济上面又在南美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诚如刚刚两位老师讲的哈，第一个，事实上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 oil exporter，但是委内瑞拉是全世界最大的 oil reserver 哈，它有最大的这个 reserve。那如果从地理位置来讲的话，当然是如果你能够控制委内瑞拉。你这个左边是 Colombia， 往下是影响到巴西，上面跟 Puerto Rico 接起来，你基本上可以控制加勒比海。但是timing 来说，就刚才两位老师讲的 ，Trump 的 timing 选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捡到枪了。就是说，基本上那个委内瑞拉的盟友就是 Russia、China、Iran，那你基本上在跟 Russia、China 谈判的时候，还有在 government shutdown 的时候，你这个基本上是很容易。在外交跟内政上都可以得到 support。那还有就是说，任何一个美国伟大的总统都需要 define 一个伟大的一个 opportunity， 战争也好，等等也好，所以基本上是下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一个作为。那林老师怎么看啊？就接下来这个，因为现在委内瑞拉政府马杜罗那边讲说，美联社乱报。所以他接下来他会用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这些小国，就是相对来说这个小国来看啦，今天第一个他要跟美国要怎么样去谈判或者怎么样，我自己会认为，川普在这种议题上面的话，他也是一种升高谈判的模式，他准备好要来对付你极限施压，可是极限施压，但是他要不要真的大举侵入，像当年老布希这样？我觉得川普他倒不一定会做这种事，因为对于川普来讲，他也知道。就是要打仗，最好是远距离炸一炸，无人机做一做，或是你内部的一个反叛势力，肺部敌对势力或其他政敌，这样就好了。